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红豆不要再只煮粥了，这吃法我家3天2头做，营养不流失，软糯香甜。自从学会了红豆的这个做法，我家的餐桌上3天2头都能看到这软糯香甜的美食，简直比粽子还好吃。这种制作方法简单易行，但却蕴含了许多独特的美味。首先，制作这款美食的主要食材之一就是鲜嫩的红豆。红豆富含蛋白质、纤维素和矿物质，是一种极为营养丰富的食材。制作这款美食的第一步就是选购新鲜的红豆。我们把买回来的红豆挑选一下，把里边一些坏掉的挑选出来，这些坏掉的会比较影响口感。然后把挑选好的红豆倒入大碗中，再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把红豆清洗一下，洗掉表面的灰尘和杂质。在挑选红豆的时候，我常常会仔细地挑选红豆，确保每颗红豆都是饱满而有光泽的，这有助于保证制作出来的美食口感细腻，色泽鲜艳。红豆清洗干净之后，往里边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把红豆泡发数小时。这一步骤的目的是使红豆充分吸水，变得更加饱满。泡发后的红豆更容易煮烂，口感更加软糯。接着再准备适量的糯米，把糯米也淘洗一下，洗掉糯米表面的灰尘和杂质。淘洗糯米的次数不要多，一般淘洗2遍就可以。淘洗次数多了，糯米的营养会流失。糯米淘洗干净之后，同样加入清水，将它浸泡着备用。接着再准备一把黑米，同样将黑米清洗干净。黑米不得不说是一种太普通不过的谷物种类了，在我国的食用历史非常之悠久，外形细又长，颜色黑而透亮。黑米是一种营养比较丰富的谷物食品，相比之下，它的营养全面程度要比普通的大米高71%左右。无论是碳水化合物还是蛋白质的含量，都可圈可点。除了这些基本物质，矿物质锌、B 族维生素、膳食纤维等含量也都非常的丰富。黑米清洗干净之后，把脏水倒掉，直接将洗干净的黑米放入电饭锅中。红豆也泡好了，同样将泡红豆的水倒出来不要。再把黑米也倒入电饭锅中，接着往里边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水的量没过手指关节1指节就可以。这样放出来的水煮出来的红豆软硬程度刚刚合适，然后盖上盖子，按正常煮饭键让它煮着就可以。趁着这个时间，准备一把葡萄干，往里边加入1勺面粉、1勺食盐，再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把葡萄干抓洗干净。葡萄干在采摘和晾晒的过程中，都会沾染非常多的灰尘和杂质，而且葡萄干的表面有很多的褶皱，这些褶皱正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。而简单的用清水洗是很难清洗干净的，面粉又具有较强的吸附力，加入面粉就可以轻松的把这些脏东西给吸附出来。用面粉和食盐清洗1遍之后，把脏水倒掉，再加入清水，将它多淘洗2遍，淘洗干净一些，直到水变得清澈就可以。洗干净之后，将它控水捞出，放到菜板上，把葡萄干切碎一些，这样它的口感会更好。
切好之后，先放入盘中备用。现在红豆和黑米已经煮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将它取出来，倒入大碗中，根据自己的口味，往里边加入适量的红糖，再把葡萄干倒进来，用筷子将它们搅拌均匀，然后往里边少量多次的添加面粉，面粉一次性不要加太多，防止面糊太干了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 like，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美食多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您帮美食多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现在糯米也已经泡好了，用手轻轻一掐就可以捏碎，这样的程度刚刚好。然后把泡糯米的水倒出来，接着我们取上一点红豆黑米，将它用手捏成一个丸子，像这样就可以，然后再将它的表面裹上一层糯米，就像这样就可以，将它摆入盘中，然后冷水放入蒸锅中，开大火将它蒸上30分钟的时间。时间要到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上面放上一些枸杞，可以点缀，也会更加有营养。然后继续盖上盖子，等待时间到就可以。时间到了，红豆黑米丸子已经蒸熟了，我们将它取出来。这款红豆美食不仅在口感上独具匠心，更是一道营养丰富的甜品。在日常饮食中加入这样一道美味的红豆甜品，不仅可以享受到美食的乐趣，还能够促进身体健康。它软糯香甜的口感让人回味无穷，成为我家餐桌上的一道经典之选。红豆这个简单而普通的食材，经过这样制作之后，成为我家人喜爱的美食之一。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